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局势骤变，乌军该如何应对？乌军再丢巴赫穆特重镇，兵力重新部署至恰索夫亚尔，到底是真是假？俄军 T80被开罐，西班牙援乌新一批爆二，乌军战车缺口已经达到上千辆。日本海自接收第5艘最上级，英国皇家海军的安森号核潜艇已接近前线作战状态。德新社5月22日报道，泽连斯基在21日表示，顿涅茨克地区的局势极其艰难，克拉马托尔斯克、库拉霍维以及波克洛夫斯克方向都发生了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战斗。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军已经成功阻止俄军推进，不过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军丢失重镇，兵力重新部署至恰索夫亚尔。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俄罗斯的目标是占领顿涅茨克州的恰西夫亚尔与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目前，俄军占据沃夫昌斯克40%的区域，乌军占据60%。俄军继续在沃夫恰河北岸组织进攻，乌军则实施防御作战，并在部分区域组织反击。根据最新的情况，部分乌军已经后撤至沃夫恰河南岸，并构筑新防线。只是哈尔科夫局势稳定，恰西夫亚尔的局势却紧张了起来。5月22日，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南方作战集群已经控制了巴赫穆特南边的克利西伊夫卡，而乌军撤出大部分兵力，重新部署至西北边的恰西夫亚尔。从2023年开始，俄乌就展开了争夺克利西伊夫卡的持久战。这个村的控制权曾几度易手，主要争夺目标是临近高地，从那里可以监视整个村的军事活动。不过，按照战争研究所的说法，并没有观察到俄军占领克里西伊夫卡或进一步向定居点以西推进，并且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乌军仍在定居点内活动，所以火力军认为俄军这是在村子中心插了一个旗而已。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俄军是否能够站稳脚跟尚未可知。此外，在当前的恰西夫亚尔卡纳尔区域，俄军继续在东侧0506公路与南侧教堂方向进攻乌军控制的建筑，并向乌军阵地投掷数枚滑翔炸弹。北侧，双方继续在卡利诺夫卡东侧与波赫丹尼夫卡西南区域交火。南侧的涅缅茨基森林区域，俄军多次试探北顿涅茨克河西岸的乌军防线，没有取得突破。当然，乌军也有好消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试图利用突击队和装备实施穿插作战，只是没能成功，反倒是乌军再次击落一架俄军苏25攻击机。只是小规模的优势并不能改变总体局势。俄军进攻哈尔科夫分散了乌军的兵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库拉霍维的猛攻也暴露了俄军的意图，不仅仅是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而已。那么乌军该如何应对？其实这个问题乌克兰已经回答过了，兵力不足那就招募新兵。之前火力军已经说了，乌克兰要派遣囚犯参军，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5月21日，乌克兰西部城市赫梅利尼斯基的一家法院裁定2名囚犯假释出狱，并加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预计将有2万名囚犯可被动员参军。就算只是修建防御工事，也能缓解乌军当前的问题。此外，炮弹短缺的问题也已经得到缓解。5月22日，路透社报道，美国援乌计划中的炮弹已经抵达乌克兰，可在哈尔科夫附近阻止俄罗斯。乌军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战车与防空。乌军在战车方面的缺口已经达到上千辆，这点我们后面再聊。先来看一下防空。在整个4月份，俄罗斯使用了3200多枚导引炸弹轰炸乌克兰，此外还有超过300枚导弹与300架无人机。在前线地区，俄军也频繁使用滑翔炸弹轰炸乌军阵地。在沃夫昌斯克地区，俄军甚至使用了温压炸弹。就火力军而言，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野战防空系统，而是 F-16。等到6月份 F-16 抵达乌克兰之后，乌军就有能力去争夺制空权，防空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单论地面武器性能，特别是无人机方面，乌军占据一定的优势。俄乌战场之上，俄军 T80坦克惨遭乌军无人机开罐，而俄军的柳叶刀却被狼患装甲车暴打。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军无人机屡立战功，
T90M、T80、T72等坦克都被炸过，就连克里姆林宫也没能幸免。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又流出一辆俄军 T80被乌军第47旅的自杀式无人机开惯的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俄军的 T80还想躲避乌军无人机的攻击，但坦克的机动性跟无人机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之后乌军无人机杀了一个回马枪，直接撞击俄军 T80，随后 T80爆炸起火，车体被开惯。相比之下，乌军使用的波兰狼患装甲车可以很好地防御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中，乌军一个旅部署了几辆狼患装甲车，俄军多次尝试使用柳叶刀击毁这些战车，但都以失败告终。狼患装甲车是波兰基于芬兰帕特里亚装甲车研发的。为了能让狼患装甲车被 C130 运输，波兰拆掉了附加装甲，不过火力与机动性都还不错。标准的狼患步兵战车配备了30毫米 MK44 巨幅2式机炮与 7.62 毫米同轴机枪，甚至还可以配备反坦克制导导弹，最高时速100公里每小时，兼顾机动性与火力的狼患。虽然是步兵战车，但是凭借 MK44 充当防空火力也未尝不可。乌军战车的缺口已经达到了上千辆，西班牙援助第2批豹二6月底之前抵达。西班牙国防部已经证实，将在6月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0辆豹二 A4。这些坦克之前一直存储在西班牙的仓库中，最近几个月经过翻新和升级之后，就直接援助给乌克兰。同时，西班牙国防部长玛格丽塔·罗伯斯宣布，爱国者导弹已经在运往乌克兰的途中，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抵达。西班牙之前一直拒绝将自2013年以来部署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爱国者运送到乌克兰，现在迫于压力，松口向乌克兰供应少量导弹，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对抗俄罗斯的袭击。以上还只是西班牙援乌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反无人机系统、155毫米炮弹、20辆 M113 等等。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一批豹二与 M113 属于雪中送炭，乌军很缺装甲战车。5月21日，德国慕尼黑信使报报道，乌军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前线，也来自装备。在兵力方面，乌克兰可以通过新的动员法弥补缺口，但是坦克、步兵战车这一类的装备只能依靠北约援助，加上损失太多，乌军战车的缺口已经达到了上千辆。因为缺乏步兵战车，乌军第153机械化旅已经不再机械化，仅存的步兵战车已经被分配给其他部队。据统计，自开战以来，乌克兰从北约国家获得了大约7500辆各式车辆，自身也装备有数千辆，但乌克兰的战损已经达到了5000辆。根据大羚羊网站的数据，截止到5月23日，乌军被摧毁了5791辆车辆。乌军之所以会损失那么多战车，主要原因就是运用不当。根据北约的战术要求，为了取得最佳战果，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要达到1:1或者是1:2的配比，一次出动40辆到60辆。但是乌军的战术是以小股部队发起进攻，主战坦克缺乏掩护，而且俄乌战场的环境对战车很不友好。就比如乌军去年损失的豹二，几乎都在同一战场。也就是从小托克马奇卡往南到罗伯季涅这一块，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地雷，大部分的情况是履带与动力系统被破坏，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其次就是无人机，像柳叶刀这样的无人机，乌军很难提前预防。为了弥补量的不足，北约已经开始援乌美制 M113 战车，以保护士兵在战场上行进。乌克兰军备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德拉·乌斯季诺娃甚至表示，乌克兰愿意接受报废战车，将其拆成零件，用3辆组装出1辆能用的，这是可以保护我们士兵的东西。欧洲天空之盾新进展，波兰获得3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建立侦察卫星系统。5月20日，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欧洲投资银行将向波兰提供3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建立侦察卫星系统。未来，该系统将成为欧洲防务系统的组成部分。火力军认为，这应该是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的一部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便提出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通过欧洲国家统一采购防空设备和导弹，来建立一个属于欧洲的防空网。
按照计划 ，ESSI 防空系统包括低、中、高近地大气层4个层次，其中以色列的剑3负责对大气层内外的敌对目标进行拦截，高空领域将选用美国的爱国者，中程空中目标的拦截交给德国的 Iris-T SLM 负责，低空和超低空环境则首先考虑以色列的铁穹，未来将逐步过渡至莱茵金属自主开发的防空系统。截止到现在，参与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的国家总数已经达到了21个，里面不包含波兰。2024年4月份的时候，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宣布将正式加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但是波兰总统杜达不同意，还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形容为德国的商业计划。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波兰自己并不具备很优秀的防空系统，一般都是从美国引进爱国者，而波兰也一直在打造一个基于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既然如此，不如加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而且虽然杜达负责武装部队，但是有关武器采购的决定由图斯克决定，总统不能阻止。从波兰建立侦察卫星系统来看，加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是已经板上钉钉了。日本海自接收第5艘最上级，12艘升级款 FFM 也在筹备中。5月2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接收了一艘新战舰。根据自卫队官方公布的消息，这是第5艘最上级石引号，舷号 FFM5，目前已经在三菱工业的长崎造船厂举行授旗交舰仪式。石引号交付之后，计划编入武赫海军基地的第14护卫舰大队。至于任务，最上级什么都能干，其配备了增强的多用途能力，包括执行水雷反制行动的能力。原本日本防卫省计划建造22艘最上级，但现在已经砍为12艘，从而采购新型 FFM， 并按三菱重工所提出的设计方案建造，目前正在筹划中。石引号的建造成本大约为472亿日元，新版 FFM 将会更贵。英国皇家海军的安森号核潜艇在大西洋测试后已经接近战备状态。5月21日，英国国防部公布消息，英国皇家海军最新最先进的安森号核潜艇在大西洋进行密集测试后，已接近前线作战状态。作为机敏级的第5艘核潜艇，安森号在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进行了严格的试验，从而测试其最先进的系统和武器装备。2023年2月，安森号离开了位于巴罗因弗内斯的造船厂，在英国水域进行初步测试，并在苏格兰北部成功进行武器系统试验后，安森号就来到了巴哈马附近的大西洋海底测试和评估中心。就结果来看，测试相当成功，很快就能执行实战任务。机敏级是英国皇家海军攻击能力的巅峰，可以发射战斧、鱼叉、虎鱼鱼雷等武器，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批不配备传统潜望镜而使用高规格视频技术的潜艇。该潜艇以隐形著称，被称为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安静的潜艇，能够完全在水下环游地球。它们还能自己制造氧气和饮用水，自给自足能力极强。据媒体报道，捷克援助乌克兰俄系炮弹的协议已经启动了3个多月，却迟迟没有收到货。捷克官方给出的说法也各不相同。捷克国防部副部长苏尔克表示，捷克主导的资金募集以及紧急采购炮弹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首批18万发的炮弹已经签订了外购合同，预计在6个月之前能够交付。但捷克现任总统却表示，效率不可能有这么快，因为俄国已经知道援乌行动的细节，并开始进行阻挠。苏尔克在补充中解释，布拉格正在积极与合作国家接洽，竭力保障乌克兰未来几个月内弹药的稳定供应，已经开始在全球市场上收购乌军所急需的122公里和155公里炮弹。目前有超过16个欧盟和北约国家加入这项弹药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协调遇到的阻碍。捷克总统表示，了解这项计划的越多，采购的竞争就会越发的激烈，因为想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公布这个计划。公布计划就相当于暴露了底牌。俄罗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导致了弹药计划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俄乌战争期间，基辅的盟友们在透明度和保密性之间艰难地寻求着平衡，在透露太多计划细节给莫斯科和尽可能负责任之间挣扎。
据最新消息报道，通用汽车防务公司和 Mistral Inc. 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合作达成了将 U-Vision 的游荡弹药与通用汽车防务公司产的步兵小队车辆集成，让每个步兵小队车辆配备4个发射管，通过结合机动性和杀伤力来增强美军的战术能力。据报道，新加坡空军5月8日传出，登嘉空军基地一架所属的 F-16C 战机起飞后不久坠毁，好在飞行员及时弹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事故是新加坡空军20多年来首次发生机械故障。经过2周的飞行资料调查，新加坡国防部发布消息，这架飞机坠毁的原因是俯仰陀螺仪故障导致电脑失控，造成了坠机事件。在查明情况后，新加坡国防部当即通报了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新加坡国防部表示，这种情况特别罕见，每一架 F-16战机都装有4具陀螺仪。然而在这次事故中，4具陀螺仪罕见的同时故障，这也是新加坡 F-16战机35年来头一次因为陀螺仪全故障发生坠机事故。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没有规范 F-16使用国如何维护陀螺仪，因此该公司将会和新加坡空军增订这方面的维修禁令，以查明陀螺仪故障的具体原因。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南方军区第58集团军司令伊万·波波夫在莫斯科被捕2个月后，被指控出他非法出售金属结构2000吨，总价值约1亿卢布。这些金属结构原本是要用在建造南部军区防线，俄罗斯相关部门称已经对伊万·波波夫立案。根据调查发现，他还有2名同伙，分别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企业家和南部军区的军官。他们所出售的数千吨金属结构是从扎波罗热地区军事管理局购买。伊万·波波夫因此被解除指挥权，送往叙利亚。不久，他又因一起特大诈骗案被传唤到莫斯科接受审问。波波夫的副手和他本人已经被第235卫戍法庭关押2个月。根据了解，58集团军是格拉西莫夫的嫡系部队。这一举措或许是普京为了开除格拉西莫夫所做的举动之一。近日，俄罗斯相关人员发布声明，俄罗斯将进行非战略性核武器演习，但并没有透露演习的具体时间。早在去年就有相关报道，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俄罗斯被允许在白俄罗斯领土部署核武器。近期，俄罗斯再度发布演习声明，普京在声明中表示，这次演习分为3个阶段，白俄罗斯将参与第2阶段演习，演练使用非战略核武器。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军会如何反击？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